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LTX 桌面版的增强版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桌面版的这个功能，可以图声视频和上传音频，也可以纹身视频，但是它的限制比较多，比如说 720P 最大只能生成10秒，然后帧数也比较少，整体界面是英文，相对不那么友好。我在桌面版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个程序的优化，无需安装任何的依赖呀。你只要安装了桌面版和下载了模型，点击运行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跟 ComfortUI 的对比。首先 ComfortUI 的这个工作流非常的复杂，比如说纹身视频、图声视频都是非常复杂的，然后调起来也非常不直观，比如说你要去调帧数，还要去算，非常的麻烦。然后就是社区像 KJ 做的这个首尾帧工作流，它也是非常的复杂。而且它需要下载它的专用模型，非常的麻烦。我们现在全部集成好了，包括纹身视频、图声视频，还有上传这个参考音频，还有首尾帧，还有视频增强和图像生成功能。基本上桌面版有的功能全部都有，并且桌面版没有的首尾帧的功能我们也有，还突破了桌面版本的一些限制。比如说它的帧数比较少，还有它的生成的时长是固定的，比如说 1080P 只能生成5秒。如果你的显存够大的话，我们这里是可以自定义的，比如说你可以生成10秒、20秒的。经过测试，生成 720P 60秒大概需要60多 G 的显存，对于显卡更好的玩家更友好。然后我这里也做了一些设置，桌面版本是不支持小于32 G 运行的。好，我这里是设置过它24 G 也是可以运行的，但是最低是24 G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对比和教程。好，我简单的演示一下纹身视频。现在终于生成完成了，我们看一下花费了多少时间，总共474秒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的，生成一个 720P 10秒钟的视频花了474秒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TX 桌面版的生成速度。我们同样的是生成 720P 10秒，好，点击生成，现在是1分半钟生成的。我们不需要安装任何依赖，直接点击运行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加载出来了。我们同样的是生成刚才这个，我这里面设置的就比较多了，比如说这个帧数有非常多，甚至可以生成60帧，时长也是可以自定义自己去写。如果你显存够大的话，我们测试过是生成 720P 60秒的话是需要60 G 左右的显存，但是那个效果不是很好，最多生成30秒，再多的话效果就不是很好了。好，我们点击运行，不到1分半钟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程序都有一些什么功能，只需要输入文本就可以生成。然后下面的这些都是调参数，调横屏、竖屏，还有时长可以自定义。然后帧数，然后分辨率，然后这里就是机位，它有非常多，比如说推进、拉远，还有旋转之类的都有。这个是开启或者关闭生成这个 AI 的配音。然后这里就是上传首尾帧，如果只上传1张图片，就是图声视频；如果上传2张，就是首尾帧。然后这里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频，可以根据音频去生成。例如我们现在生成一个3秒钟的视频，然后上传了一个音频跟图片，然后点击生成。你好，我是丁真。看起来就非常的诡异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其他功能，比如说视频增强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清晰度变化不大，但是噪点都被修复了。还有这个图像生成，调用的是 Z-Image， 所以基本上可用可不用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桌面版是不支持小于32 G 显存运行的。我这个直接设置了一个绕开它的限制，点开设置按钮，可以看到我这里有2张显卡，第2张是4090，最低运行配置就是24 G， 不能再低了，再低它就会爆显存。所以大家如果是想换新显卡，那么旧的就可以送给我。这个下面这个是图像的存储路径，你也可以默认，也可以自己指定。然后现在我们切换的是4090，我们点击运行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生成出来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极限，
我们可以看到桌面版这个720P最多可以生成10秒，我们现在设置15秒试试看。好，可以看到已经生成出来了。如果你的显存够大的话，你就可以不用使用桌面版这个，就可以突破桌面版的这个时长限制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手尾针，其实非常简单，镜头围绕猫咪旋转拍摄，我们的镜头运动方式可以选择深闭。看到生成的效果也非常不错，性能也非常强劲。最后还有挂载 LoRa 的功能，我还没有更新，那后面我会继续把 LoRa 的功能加上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安装视频。好，现在有2种方法，第一种是我们直接去 LTX 的这个官网去下载对应的软件就好了。下载完毕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安装，随便你怎么安装都行。安装好了之后，它会让你下载模型，然后你就开始下载就可以了。模型下载好了，它这里就会显示。等下载完模型，你就可以在这个设置里面选择一下你的这个模型路径，然后就在这个桌面版测试一下本地生成能不能行。如果是它弹出来让你填写 API， 你就随便填几个，例如1、2、3、4保存就行了。我们主要是本地运行。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是我上传在了这个网盘里面，包括这个安装的软件。我们把所有文件夹都下载下来，然后先安装好了软件之后，然后运行这个位置 BAT， 运行之后就会弹出来本地的这个目录。我们把这个网盘的文件夹粘贴进来就好了。如果出现打开软件报错，我们就删掉这个目录，然后再次打开软件。就可以看到它是从网上开始下载这个模型，这个需要网络稍微好一点。然后这个里面就是模型，可以把这个模型下载下来，随便放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去设置一下它的这个模型的路径就可以了。我们设置好之后，现在本地运行一下，看能不能运行成功。如果可以运行成功的话，我们就打开我们分享的这个脚本，然后把这个快捷方式复制进来，然后点击运行就可以了。我们就看到已经运行成功了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